这是我见过最残暴的监狱，只要囚犯稍有违反监狱的规定，就会遭到狱警的毒打，如果还犯，那就再打一顿，直到听话为止。最可怕的是，有时候囚犯明明没有犯错，也同样会遭到狱警的毒打，不为别的，只因狱警看你不顺眼。因此，很多囚犯不是在挨打，就是在挨打的路上。囚犯被打残，甚至被打死都是常有的事情。然而，狱警的毒打在这里充其量只能算是最低级的折磨。这座监狱拥有一间号称是整个欧盟最可怕的禁闭室，有超过50%的囚犯会因为受不了里面的恶劣条件而选择自杀，那里才是整个监狱最让囚犯闻风丧胆的地方。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黑桃 K 档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索菲亚中央监狱，看看里面的囚犯到底过着怎样非人的生活。索菲亚中央监狱位于欧盟最穷的国家保加利亚，建国于1964年，2007年正式加入欧盟。可哪怕加入欧盟，保加利亚也没有因此解决贫困的问题，整个国家到处都是破壁残骸、垃圾成山的景象，想找一个完整的房屋都很困难，就连交通工具都是最原始的马车。更让人受不了的是，政府还会经常因为资源的问题断水断电，人民连正常的生活都无法保障。就连保加利亚的首都索菲亚也是一片狼藉，除了市中心还算有点样子以外，其他地方全部都是贫民窟，而索菲亚中央监狱就建立在贫民窟的中心位置，这里一共关押了900多名犯人，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由于国家贫穷，导致监狱的条件非常差，连一台电脑都没有，囚犯的身份资讯都是由狱警手工记录。8名囚犯挤在一个10平米的牢房中，有人甚至连一个床铺都没有，只能睡在地板上，出狱时得了一身的病患，而一日3餐更是非常可怜，不分早中晚，全部都是面包加土豆汤，基本上就是勉强吃饱，至于营养是否能跟上，根本不是监狱考虑的问题。然而，保加利亚毕竟是欧盟国的一员，国际标准明确规定，囚犯应有足够的生活空间，能接触足够的空气和光线，以保持健康。最低准则是，如果睡眠之处安排在各个单个的间号和房间中，则每一个囚犯应该拥有一个自己的晚间间号或房间。如果使用的是宿舍，则应仔细挑选适合在这种条件下来往的囚犯住进宿舍。而且还规定，监狱提供给囚犯的食物应具有足以保持健康和力量。但保加利亚连老百姓都生活得水深火热，还哪有钱去管这些囚犯？为此，保加利亚的政府曾多次向欧盟申请援助，可欧盟的成员动嘴的时候，个个都是大佬，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出钱管他们。所以保加利亚的监狱常年被欧盟批评，却始终还是老样子。同时，监狱为了降低管理成本，根本不给囚犯自由活动的时间，每天至少囚禁22个小时，只有每天吃饭洗漱的时候才会将他们放出来溜溜。早上8点至9点是囚犯吃早餐以及洗漱的时间，而这个时候往往是最容易发生暴乱的时间。精力无处释放的囚犯们经常会发生摩擦，有的是极致深入且友好的摩擦，而有的则是拳脚相加。可他们一旦发现有狱警过来，所有人都会立即变得非常老实。不过偶尔也有一些新来的囚犯敢于挑战狱警的威严，这时候其他囚犯都会不自觉地离这个人远一点，有的人甚至会捂住双眼，因为接下来必然会发生非常凶残的一幕。而且由于监狱的资金紧张，索菲亚监狱的安保设备也是奇差无比，什么监控、瞭望塔等是一样没有。可神奇的是，在索菲亚中央监狱里几乎没有人越狱，只因这里的狱警都非常暴力，如果有人越狱被抓，无限制的毒打肯定是跑不了，而且未来的生活必将是生不如死。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多刑期较长的囚犯都会选择自杀，但监狱也有一套他们自己的办法。为了防止他们跳楼自杀，监狱在楼层间安装了4层防护网，成功阻断过很多人的自杀行为。而那些自杀未遂的囚犯，狱警为了不让他们再犯，通常都会对他们进行一些肉体上的折磨，并威胁他们，如果再犯就让他们生不如死。面对狱警毫无人性的管理方式，有的囚犯曾试图依靠写信的方式向政府投诉过，可根本毫无用处，反而迎接他们的下场都非常凄惨。因为索菲亚中央监狱里面关押的大部分都是外地人，且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于比保加利亚还要贫穷的国家，不然他们也不会来到保加利亚生活。而其中最多的就是阿富汗难民，由于阿富汗国家战乱不断，所以这些阿富汗人根本无法受到国家的保护，简单的说就是死在了监狱里，也不会有人管。
所以他们的投诉根本毫无用处，而且往往是监狱里最底层的囚犯，不仅每天都需要打扫厕所，还是最常受到狱警殴打的群体。眼前这位囚犯就是一位阿富汗的难民，他说监狱简直不把他当人，自己的一条腿被人打断了都没人管，现在他已经残废，说只想早点回到自己的国家阿富汗。虽然国家正在发生战乱，但在那里他至少还算是一个人，总比客死他乡都没人管要强。相比于这位阿富汗的难民，这位名叫鲍勃的男子就比较幸运了，因为他是美国公民，在进入监狱的第一天就联系了美国大使馆，导致狱警也不敢轻易对他施以私刑，再加上他家里每个月都会寄钱给他，因此他在监狱里过得还算逍遥，不仅吃得比别人好，还可以随便的去室外健身，根本不会限制他的自由。而除了鲍勃以外，能跟他享有同样的待遇的还有保加利亚的本地人，因为他们都受到当地政府的保护，所以狱警也不敢对他们实施暴行。所以说，真正在索菲亚中央监狱受到狱警暴力对待的，就只有那些没有国家保护的外地人。 There was all the Bulgarians and they beat us. They beat us and they cleaning the floor from us and they washed the toilets. Very tough, of course, because no good food, no electricity for 24 hours. 他们的性命在狱警的眼里完全就是一文不值，只要惹到狱警，他们就必然会受到毒打，甚至直接关进整个欧盟最可怕的禁闭室内。禁闭室内没有灯光，常年黑暗，甚至连一扇窗户都没有。进入禁闭室的囚犯必须要待够90天才能出来，吃喝拉撒睡都在一个小黑屋内解决，而且90天内是不会有人替他们打扫卫生，所以他们将会与自己的排泄物一同在小黑屋内待上90天才能重见天日。可整整90天啊，想想都觉得可怕，所以很多人都坚持不到一半的时间就会选择上吊自杀。能活着走出来的人性格也会大变，这位名叫哈扎夫的男子就曾进入过禁闭室。 In isolation, you get an hour outside the cell, from 8:30 to 9:30. You get to walk around inside this cage. You aren't allowed to go into the general yard. 虽然他已经出狱很多年了，可他还是会经常做噩梦，一看到监狱类似的建筑就会全身发抖，可想而知这间禁闭室有多么的可怕。对于索菲亚中央监狱，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评论区留言。喜欢本视频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订阅、关注黑桃 K， 带你玩转地球，探索世界。